我们中的许多人花时间坐着盯着屏幕，这导致了姿势不良、背痛和上半身肌肉虚弱。这就是为什么健身专家推荐悬挂作为一种简单的无冲击锻炼，以解决这3种问题。让我们来看看每天进行悬挂对身体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可能增加你的身高。悬挂的好处影响脊柱健康、肌肉发展，甚至心理健康。但增强握力是使日常任务更轻松的最基本方法之一。在健身房进行重举时，硬拉、引体向上和划船等关键练习尤为重要。握力是一个常被忽视的技能，而悬挂运动正是要将其置于中心位置。悬挂锻炼时，正手握横杆，尽量长时间悬挂。这个练习直接针对前臂和手部肌肉，通过迫使你支撑体重来增加握力，持续一段时间。随着握力的提高，你会明显发现自己在搬运杂货、打开罐子和举起重物或形状不规则的物体时的能力增强。还记得上次你不得不搬没有把手的床垫或重空调吗？有了更强的握力，这会变得更容易。定期进行悬挂锻炼将增强的不仅仅是你的手。我会在稍后讲解其他受影响的肌肉群。稍后，长时间坐着会压迫脊柱，导致背痛和不适。这就是为什么脊柱减压能为长时间坐着的人带来如此缓解。说实话，这包括我们大多数人，无论是在办公桌前还是在车里待几个小时。除了增强握力，悬挂也能作为一种极好的脊柱减压拉伸。悬挂的动作让重力轻轻拉扯脊柱，创造椎骨之间的空间，减轻椎间盘的压力。定期练习悬挂可以帮助缓解不适的压迫，减轻背痛，并改善整体脊柱健康。这种减压效果在重物举起后也很有益，有助于抵消在深蹲和硬拉等运动中施加在脊柱上的力量。无论你是整天坐着还是站着，良好的姿势对于预防肌肉骨骼问题至关重要。尤其是长时间的不良姿势常常会削弱或拉伸人们的背部和肩部肌肉。改善姿势不仅可以降低慢性疼痛的风险，还能提升整体外观。对于那些长时间弯腰看电脑或低头看手机的人来说，悬挂可以抵消肩膀和上背部的前倾。在进行悬挂时，你的肩胛骨自然会收缩并下沉，这通过对齐你的肩膀和上脊柱来促进更好的姿势。这就是每天进行悬挂可以帮助你站得更直的一个方式。稍后我会解释悬挂如何影响你的身高。良好的肩关节健康和灵活性对举重、游泳、投掷和爬梯子等活动至关重要。而你在健身房做的许多运动，从俯卧撑和飞鸟到推举和引体向上，都依赖于强壮、稳定的肩膀。悬挂练习通过让关节在没有负荷的情况下充分活动，改善肩部灵活性。这种被动拉伸有助于保持甚至增加肩关节的灵活性，降低因肌肉紧张或受限而导致的受伤风险。悬挂练习通过激活旋转袖肌肉和肩胛稳定肌，能提升肩部稳定性，这可以提高在需要进行头顶动作的活动中的表现，比如投掷和推举练习。作为一个热衷于举重的人，我需要这个练习来确保我的肩部稳定、肌肉强壮，从而让我能够安全的长期锻炼。对于正在恢复肩部受伤的人来说，悬挂练习可以作为一种温和而有效的方式来重建关节的力量和灵活性。请确保观看到最后，获取关于如何避免耸肩和其他常见错误的提示。虽然悬挂练习主要针对上半身，但它也能激活核心肌肉，特别是腹直肌、腹斜肌和横腹肌。增强的核心参与和稳定性对多种原因都是有益的。核心力量提升了平衡与协调，对日常活动如弯腰、扭转和举重非常重要。在锻炼中，稳定的核心对于以正确的姿势执行复合动作至关重要，能够降低受伤风险。悬挂练习能增强核心力量，支持身体活动，而悬挂练习的效果远不止于身体发展。心理韧性是悬挂练习一个常被忽视的好处。长时间握住一个粗大的杆子，需要相当大的心理力量和忍受不适的能力与毅力。锻炼能增强心理韧性，帮助你在压力下保持冷静和专注。这种增强的心理韧性可以转化到你生活和健身的其他领域。无论你面临的是具有挑战性的锻炼、繁重的工作项目，还是其他任何压力情况，通过定期的悬挂锻炼所培养的纪律和毅力，都能帮助你以更强的心态应对这些挑战。随着时间推移，表现改善，焦虑减少，成就感增强。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价值，请点击下面的点赞按钮，这是支持频道的简单方式。
也让更多人看到它。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上次做前臂锻炼是什么时候？打字、手写、使用工具以及其他需要精细运动技能和握力的活动。前臂发达会让这些变得更容易。在健身房，增强的前臂力量可以提高你在持重锻炼中的表现，比如二头肌弯举、划船和农夫走。然而，许多人忘记在锻炼计划中包含前臂锻炼。要增长和增强你的前臂，悬挂锻炼是加入日常锻炼的最佳选择之一。保持握住横杆所需的持续张力，能够针对屈肌和伸肌，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肌肉的大小和线条。除了强壮前臂的所有功能性好处外，锻炼这些肌肉也能提升你手臂的美观。由于很多人不锻炼前臂，做悬挂锻炼是快速见效的方法。你不仅会注意到变化，周围的人也会注意到。我已经谈过死挂如何帮助脊柱减压，从而缓解背部疼痛和紧张，但这只是减少慢性背痛的一部分，这还涉及改善姿势、核心稳定性和肌肉平衡的结合。好的一点是，死挂通过促进脊柱对齐、激活核心肌肉以及增强上背部和肩部来促进这些因素。如果你正在遭受背痛，加入死挂可以显著缓解，并通过增强脊柱所依赖的肌肉来解决问题。这种整体的背部健康方法可以带来长期改善，减少对止痛药的需求，提高整体生活质量。死挂的一个好处是你可以轻松在家中进行。门框引体向上杆是一种可在多种商店购买的健身设备。有了家用引体向上杆，你可以在有空闲时间时随时练习死挂。但在你开始做死挂之前，让我告诉你如何避免人们在做这个动作时常犯的错误。首先，确保你使用正确的握法，双手握住杆子约肩宽，使用正握，就像你做引体向上一样。另外，尽量选择一个适合你高度的杆子，以便你能轻松握住，但又能自由悬挂。可以在脚触地时做死挂，但要继续观看以了解这个动作的变化。在横杆上悬挂时，保持肩膀放松，不要耸肩，利用三头肌保持手臂伸直。最重要的是避免摆动，这会降低悬挂的效果。利用核心肌肉保持身体稳定不动。作为初学者，悬挂时目标是每次保持30秒。增强力量后，可以持续更长时间。每天尝试做3到5组悬挂，注意身体感受，若疲惫或酸痛，需调整频率。人们常问悬挂时是否可以让脚保持在地面上。有时你可能没有足够高的横杆可以自由悬挂，或者你可能觉得脚保持在地面上更安全、更舒适，使用可自由悬挂的横杆脚悬空。然而，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个不够高的家用引体向上杆，脚在地面上时悬挂仍然有效。确保弯曲膝盖，依靠手、手臂和核心支撑，而非腿部，你仍然会体验到好处，比如增强握力，尤其是脊柱减压的效果。如果你在刚开始时难以保持悬挂10到20秒，可以让脚保持在地面上，这可能是必要的辅助。你也可以将阻力带绕在横杆上，放在大腿或脚下以提供支持。现在，你可能听说过悬挂训练的一个额外生理好处，那就是它可以让你变得更高。悬挂训练可以减压脊柱，通过增强促进良好姿势的肌肉，你会发现自己坐着和站着都比以前更高。然而，虽然悬挂训练有助于核心力量和脊柱健康，但它并不会导致永久性身高增加。由于脊柱减压而感到的站得更高的感觉只是暂时的。良好姿势能让你看起来更高，但不改变实际身高。悬挂训练让你感觉更高、更稳定，益处明显。你将增强肩膀和脊柱的灵活性，这将有助于你保持更直立、健康的姿势。